种上限的话还是比较高的嘛。对对对，就感觉前期我既然都选了监管这边上，而且是一张湖景村监管优势图，那我不如就利润最大化，我直接选一个跛脚羊去试。对，我觉得就是当我自己对我的一个熟练度绝对的认可的时候，我是不在乎你这些东西的，就哪怕你小说家可以跟我换位一波，或者说后去追到你的刀。那我们也是看一下选点的话，是把调香放在了大船上，跛脚羊是在一个小门的一个角落里。是的，这样的话确实大船的。好，看一下年景的一个位置啊，感觉有点想去破船，但视角也一直有在注意木屋的求生的动向。他这个方向的话，还是要先动一下小果冻了，飞行家，看飞行家这边道具怎么交。这边已经确定了身位。想要直接去抽下刀，但果冻没给机会，看一下这边道具怎么去用了。先交一段喷，再回头侧着喷，不给机会。是的，那这个第一个龙已经是消失了，前面拿一个0.5的一个状态。是的，一个秒龙，哇，这个位置还是很有压力的，感觉有机会拿刀。对，主要刚刚他的一个道具 CD 还是在冷却的。你这熟练度确实高啊，就在你这个真空期直接去追到第二刀。那我现在可以选择把板区给封住，这里想走一个8字，不过飞行家是交一个悬停，然后再喷出来，很漂亮。脸上，那这边的话，这个笼子又要消失，但是闪现给逼出来了。哇，高手过招啊！对，你来我往啊。但这样的话，看一下密码机是3个半台多一些。是的，不过感觉还是年景小赚一点。它毕竟每个笼子其实都有拿刀的一个手法了，对，没有太多的一个浪费时间。而且小明的话也是直接贴过来了，不让你去打一个拦截。这一波的话，看能不能保一个无伤救人啊，这还是很关键的。哎，想骗一下，但是你也没有上当，还是吃了一刀救人。那这边的话，其实追的是小明，感觉想多拿一些状态。对，想看能不能赶紧开到2阶，但是还是得处理果冻的，不能让他去26。再放一个秒龙，果冻这边道具交完，手还有一个飞轮，这个飞轮还是很关键的。是，感觉能规避，漂亮。前面的话有点在空地，这个板就看这个板，那没办法，还是倒了。那双方这个道具的互换确实是做得很到位。是的，看一下他们这把还好，调香那边还是有多带一手化险为夷的。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地下室。如果说不挂一个地下室的话，确实是有可能会被小说家给破局的。但是挂在这个地下室的话，这把就很稳了。你一定要秒贴下来啊，不然的话这个地下室就没法救了。好香直接过来放个香水。那这个时候你不掏的话，香水会过。好，是直接打到了针对。是的。没有挡到的话，只能选择去卖掉运营了。就倒的稍微远一点。你这边威慑一下，还要先把人给挂掉的。外面的密码机差的还是比较多。对，而且的话，其实他的一个技能马上就要转好了。看一下他这个通缉给到谁吧。如果说能给到大副或者小说的话，这把的赢面就会很大。给到调香的话，毕竟他在大船嘛。是给到了小说家。小说、看到了487那边的一个位置。是的。想动一下小蝶，算了，还是传送。而且海边那边是有一个3连击的。对，而且直接找到了半状态的大副啊，走一个8字，这边表天骄，但是还是很危险。是的，主要这边的话，2位求生都在这个地方。可能刚刚也是想去调一波状态。年景这个思路确实很清晰嘛。我等你这个表结束，然后用龙去处理掉你。是，还是可以贴到你脸上的。但你这个催眠效果，像第2段、最后一段都是没有摇到的。是的，控下距离，直接贴到脸上。而且他其实可以再交一段龙子去锁，不过这边不需要，熟练度很高。那看一下，像得管密码机嘛，他现在得把小方的给守住。对。能看到想用笼子把人挂过去吗？也不是。这样牵过去的话，这个密码机可能会修的差不多。还是得去处理小说家的，这个人是不能守的。2段笼子过来，但是没有圈住。第3段小说家是有道具的，飞轮先顶一波。这个输液还暂时不用交。喂，
个换位，极限交笼子掉了。哎，但是这个笼子没有把自己关进去，小失误。是的，而且这边还被搏到了一个砸板，小说家抗压扛住了。是他的第2本隐喻都已经要吸出来了。另外一边的队友已经去救下来，而且这个时候是可以考虑修心的或者补状态。对，海边那边还有一台。连这边想处理小说家还是很难。487这个位置一刀没吃，再一个换位出了一个双钻，但是笼子又掉了。第3本书还在吸，这边只吃一个0.5。海边那台的密码机已经在起的路上了，进度也是非常快的。现在的平局面就很大了。是。再交一个月龙，这边也是非常熟练的拿到了这一刀。不过那边密码机已经是一半了，这个时候就算击倒上蚁的话，正常来救援一波也是够了。没错。现在我觉得就看开门战嘛，因为现在这个局势是肯定有开门战了嘛。所以看一下这边调香，他是没有携带回光返照，而且他状态比较好，是让他来去进行救援的。是，其实年姐还是有很多的一个赢的机会的，毕竟他这个位置能守住一个门。是的，而且压的密码机也离大门比较远，所以他是有很多的一个开门战多抓的面的。拦截一下。这边的话也是在攒自己的愿力，已经攒满了啊，先卡位。这个香水的话也是保一下自己满状态，毕竟他没有回光返照。对的。但是还是要受伤啊，感觉。还是要卡半的。一个针对。是。那现在小说跟调香都有道具，选择处理调香。小蝶这边放一个香水，但是被2层龙关注，找得到自己在哪儿吗？但是年纪有点找不到人了。对，其实因为小蝶那边也有说要不要回香的一个说法。是的，将2个龙废掉。2个龙都没有拿到刀，甚至身位还被拉远了。那这个赢面就有点小了。现在小蝶的话还能操作，想走一个8字龙回来，但是有1板之隔。对，再跟上，大门已经在点了，漂亮击倒。这里如果要挂上再传的话，可能门就已经开了。对他好像，但是也得挂一手，守个稳，看能不能来得及。90的门这边传送秒放笼子有说法吗？传过去先。没有选择交。怕有人来卡，对，毕竟交2个笼子去判下耳鸣。调香他也是1挂嘛。这确实，他好像对于成都狼队确实比较了解，他们是没有选择2人贴门的。那这里其实再往大船附近走一走的会有名，但是也不太放心啊，因为调香挂的还是离小门比较近的。年纪还是比较多疑的，他现在手上这个题一直没有交，会在关键的节点去交吗？能否在正确的时间找到那个人呢？还是说要再排一排？2个笼子还是没有排到，传送还是捏在手里，那边爆压了，怎么说过去还能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。那这样掏一些什么艾维之类的，我就拿不出来冒险家了。那宠爱的话，它毕竟是追击的一个监管，它熟练度更高嘛。对，所以说追击型的一个对手的话，其实拿出冒险家，再加上地图也是有一些优势的。确实会给宠爱带来一些困扰，确实有点那个鸿门宴的那个味道。对，就反正座位给你留好了，看你要不要坐在这里。是的。哎，但是宠爱说，我管你们怎么选，我还是比较常规的选法。我把大船给锁住。对。有一点小小的叛逆。因为确实，如果说你点了中场的话，就不太好去控密码机了。看一下脸上就是小铁，还是在一个比较空旷的一个位置的。是的。哇，直接就站出来抗压了。说实话，小铁这把都没拉点。嘿，我就往板子这一站，说来吧，追吧。对的，走一个8字，我觉得也很符合小铁的风格吧。他就是喜欢跟监管者去近距离博弈的一个选手，甚至说都是近距离搏斗的一个选手。是，还有点攻击性。对对对。那第一个魔兽棒已经是废掉了第一个围龙的。看一下宠爱第2个龙怎么说，抽一刀，抽到1刀。哇，这个龙的非常准啊，压迫感好强。但是我直接回神走位了。小铁这样一个魔兽棒反走，宠爱有点。哎，但是这一刀还是拿到了。对，就前面没有那么足够的一个距离让他钻龙了。那魔术师还是比较危险啊。对，现在只有一个魔术棒，而且是没有。再交再反走。是。
现在稍微有点丢失他的一个视野。哦，这里已经判断出来了。但是你毕竟你走不出这个围龙范围嘛，比较尴尬。闪现也好了，啊，又回到了一开始那个板子。这样有一个省闪现的一个说法。那这把的话，其实密码机会多一点，因为冒险家已经是挖了第2张树叶了。对，他这个修机效率还是高啊。是的。你就算锁我密码机，但是我大船冒险家，我本来也要挖。对，等于白锁了。看一下无形这边。还是贴到脸上，大家现在有经验了，守墓人来救跛脚羊一定要提前来，不然的话就会救不下来。无形的话还是去多拖一些时间吧。主要感觉宠爱那边也有注意到，直接无伤了。对，那扛了一刀，看一下魔术师后面能不能再牵制一会儿。硬摊，因为他有闪现，他不怕你26。对的，然后笼子的话也是可以赶路。那前面是交了一个窗台，但是直接把小姐吸回来了。是的，对。那还是没有把这个技能给逼出来的。说我走着怎么走到跛脚羊怀里去了？那看一下卡梦那边也是有贴过来了，毕竟他又多带了一手化险为夷。就看到这个我都想说，这个小铁撞的不是墙，对吧？是哥哥的心房。行。但是看一下第2波的一个救人吧，因为木偶身上还有一个圈。对，而且这个排的方向的话是没有排到他过来的一个位置，所以说卡梦也是已经贴到椅子了。对的，直接拿一刀，因为反正我交笼子。你也有木偶，对，就说不如把节奏一直跃龙快一点，准。这一局的节奏跟上局其实好像没有上局好，因为有冒险家的一个存在嘛。对，就是密码机，就虽然说追击的还是很快，包括省了技能，但是对面的密码机确实会多一点点。是的，追的挺快的，但是我修的更快。那其实只差一个半台左右。是的，因为冒险家身上有一个45的树叶。那通到冒险家了，看能不能去找一下。感觉位置还是会比较远，因为刚挂的在小门，冒险家基本上在大门那个方向了。连交2龙赶路，第3段到中场，但这里还在考虑要不要打。反正交了木偶就直接亮了这台。当里面亮了。我在拆龙。是的。也没办法，木偶师的话，你打他你也不赚。对的，没龙的话，他也不用变了，直接挨一刀一样的。木偶师西出板区，但这边跟刀有点难。对，就感觉这个地形的话，上跛脚羊有点难受。对。那密码机已经压好了。是的。我还没有击倒。愿力都交的差不多了。对，就感觉这一波也是卡梦在后期。卡梦好会溜啊！他把自己绕出去了都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直接亮。现在的话，宠爱没什么阅历，只有一个笼子。而且无心那边贴门的速度很快，已经在点了。想要去争胜的话，有一点点难啊。一个秒龙骗翻，这刀空掉了，那门要开了。先假装拆，实际说我最后1秒要钻过去。哦呦，这个笼子又废掉了。他真的太会溜了。是的，就宠爱说没办法，我只能把你放在外面了。这样2个门全开，保证队友能够出门。哇，你有小说家，我有木偶师呀。我这边还有个冒险家。是。对。就感觉真的是两边的一个监管选手已经在追击上，你就会比较难受一些。对。而且月亮河的话，也是一张歌剧的强图。是。哇，这个阵容后面呢还能溜，还能自保。是的。那选在鬼屋桥上的话，狼队球生也是骗了一手，把野是直接冲着终点站就来了。看一下果冻的病患。这个位置的话。蛮经典的，对，看年锦他的这样的一个隐喻怎么去留了，对吧？就是锁你的钩子的位置，对，或者是架一下，你给到一些压迫，果断交，就交一个回速，直接挑脸上的这个身位贴得很近，逃不掉，对，就怕这种情况。病患的话，你毕竟你这钩索飞过去，一旦被回速了的话，那就很亏了。是的，这边是把他逼出了终点站，得去到双板。
感觉可能第二钩子不是那么好交啊。对，因为感觉年姐还是有意识的把它往这个方向架。对的，还好极限狙击交出来，但是进到一个小板台还是倒了。就其实这2个道具都是无效的，对吧？对，我是交完之后都吃刀。被监管压迫的时候，我不得不交，但其实就算交了，也没有办法拉开很安全的身位。就主要是你交完钩子之后，你反而进入到一个更危险的一个境地了，很尴尬。看一下这边小明已经是早早贴过来了，就不让你去打拦截嘛。对，而且你也没有暴露技能，害怕你防一手失常。对。病患的话肯定是管不了他了，只能就还是因为他毕竟还有个道具嘛，优先去处理它，不然如果想摊一下野人的话，病患是有机会再溜一下的。是的，是的。现在最好就是我直接找队友补状态了，把队友给卖掉，然后3个人去拉扯。是的，就这边倒的尽量角落一点啊。可以看到已经在摸了。对，杂技已经跟野人补上状态了。那第2波你要不要来个人卡下呢？因为你有点担心年锦直接压出去啊，一旦年锦这个时候果断往外去拦截的话，很危险。对。哦，小明还是选择直接骑出过来了，想再救一波。哇，有点拼啊。然后这个冲刺是被打断了。我觉得要不要摊野人，强行去摊一下？不摊。还是专心去处理一下病患。看能不能吃闪吧。好的，吃了。现在给交出来了。4台密码机，挂飞一个。看一下野人刚刚因为是被打下猪的，所以说 CD 比较久，也没有赶在终点半场再逗留了啊。上487这边给一个3战密码机的压力。对的。他现在的话肯定是要远离割据的，年锦这里就看他第2手节奏怎么接了，不好接，外面这3个人都不好处理。而且终点站这边确实连接还没有破开，有一个3台密码机。CD 要拖好了。是的。想硬抓野人吗？算了吧。主要感觉他还是想把注意力放在这边啊。这边的4台机1台都没开，就感觉好像小蝶那边修就修了，但是这里只要你不破E，啊，我就一直在这边等着。主要是他在这个半场了。对。这个连击的话，我们刚才有聊过，是的。一旦你倒得快的话，就比较难破的。这边要回速了，回速这里可能是会击倒，因为小明这里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。这样击倒。但是挂上之后，看一下487那边能不能亮了密码机过来，然后小蝶那里去压击。是的，是的。其实还是比较稳定了，现在。对，必须要是抢亮啊。对。把3战亮开之后再来救人。哎，直接选择交传，但是亮了。这个时候有一个拦截的说法，回速。但求生可以吃到这个回光返照的效果，就算击倒的话还是能救的。对，但不能踩板呀，踩板的话就拦不住了。这样红球封一下技能，你这个时候还是交不了隐月的。是，只能走地呀，因为本身487那边可能是跟入殓见过的，所以说你很难去针对到他。而且你这个传送已经交了，你这把想去争多抓就很难了。哇，还在晃。是的。那看一下挂上小明之后，另外一边能不能来得及点门？因为现在还没摸到。对，刚贴到。应该是怎么都来得及了，只要摸到门就来得及。是，而且487的位置其实也不在桥的这个位置里，应该是贴到起点站了。毕竟你是一个对角线的一个距离嘛，对吧？我从玄元马一路过桥，再去起点，再留住人，那这个时候早就走了。是的。那么在我们的选角以及打法，我觉得更加的灵活。有自己的就是他的打法让我觉得更加接地气，
就好像是有时候我像看其他人在打中5排啊，或者说排位里面的选出来的那种，我就觉得我能秀，我个人能力就是好，我自信，我可以选一些可能我们理解非常规之外的一些角色，对在赛场上也能打出来效果。对，我觉得就挺好的。包括说他们的选点也很有想法，从上一把开始。好，那也是一个比较出其不意的一个选点嘛，直接选起点。近战也是飞行家，还是要打铁。哇，小姐这边直接就拉点了。对，他说你跛脚羊我可以给你贴脸，歌剧我要拉，飞行家直接交道具。双板区的话还是要去踩一下的。对，而且这样对于歌剧来讲反而没办法，因为在站台的话，我可以留影子回速。哎，他这里可以直接一个大喷回起点站啊！哇，来了，回去了。哎，但是有点歪，这里好像没有直接上站台。哎，我得吃一刀了。是的。也行，看一下队友有没有去点这个站台。没点。哎，没点。是的。那有点小危险。看他们密码机进度应该是前面还是抢密码机了。毕竟他是纯化险为夷的呀。对。那你这个位置不好溜啊。留的到处都是影子，有回速，一直在骗。哦，哇，横着闪。是的。击倒的一个时间还是挺快的，对于歌剧来说。那这样看一下，密码机是2台半多一些。主要是还吞掉了一个飞行家的化险为夷，这样的话求生者他们没有办法开双圈了。而且佣兵的位置是明的，有点会被拦的。其实这个点位过来很难。还好是闪现交过了。是的。这交回速，卡莫这边过来补救。对，感觉确实佣兵要贴过来比较难。哎，这里可以看能不能直接无伤。哦，不能。换位去砸板吗？换位。哎，但这个距离有点远，砸不到了。只能说是让他离飞行家远一点。要坐车。刚好他是没有化险为夷的，就让飞行家直接坐车坐跑了。是，这边换一波挂嘛，后面等飞行家摸好了，还是可以实现他们的双圈的。别说这个卡梦，这波救人很关键。有这个板子博弈啊，很秀。对，那他这样的话，其实手里已经有第一本书了，吸得很快，而且直接转到了下一块板。哇！还好是，主要也是因为你刚刚第一波击倒是把闪现交了，所以说对于卡梦来讲，即使我是半状态，我的一个博弈也会更自信一些了。这波太赚了，对，他换挂换活了一个有化险为夷的人，而且修机还快。对的，他自己还牵制了一会儿。这一波佣兵你就不好拦了。对，因为他是已经提早贴过来，而且密码机已经是够的一个状态了。外面甚至于说我都不用护魔，我给你丢一个，还是一个无伤救，短语就行了。是的。而且你现在就算透到他那个位置，也没拿他没办法，过不去。对，飞行家完全可以去摸道具，让气象再修。感觉这把求生者是真的要去争夺跑了。而且追小说家就是他每一次下来都有2次牵制的机会的。你看卡莫这个博弈，哇，好极限。但是他的这个隐喻已经是吸了一半了。那你这一波反正你只要把人救下来，密码机就够。对。而且如果是飞行家来的话，是还有个化险为夷的效果。应该是让无心直接继续救了。然后换位还是有点来不及。那无心卡的会比较好，还是提前蹲了？感觉不想坐以待毙啊。想追出去，但外面其实也都是满状态。你有说法吗？这里是一个阿策的气象。还是回去了。交回速人。那这边可以开始扛了，帮他扛的话，小说家是很赚的，他可以吸树叶。这感觉打到开门战等下全都有道具。怎么说？哎呦，这边还躲了一刀，那这个树叶已经吸出来了。进入到鬼屋，这个地形也会比较好一点。而且小铁已经贴门了。对。宠爱这把再硬追，真的要3跑。而且下面有地窖。这只不过是没有闪现的。应该能击倒。能击倒。但你也没有时间去挂人啊。直接传的话，这边也是有机会秒，怎么说？稍微是让他多了一会儿。那这样的话有说法吗？能不能来去捡卡梦？小铁这边是个2挂，好像也不行啊。那边小家有飞轮的，他自起或者说直接爬地窖都能走。主要是你还知道刚刚气象学家可能会在这个半场，飞行家又不是挂飞，你还要再去排一下他的一个位置。
对。哦，那看一下他们现在是有很灵活的选择，要么冲门，要么我等在那里。对，他可以直接在第二口上等。宠爱这边的话，贴到门口的话，稍微卡梦选择硬冲。就冲，反正我有树叶有飞轮。怎么说？有换，有加速，然后呢叫飞轮。阿角没有冷却，我的天，3跑了。哇，全对邮差啊，心里啊，还是一介凡人比较好追的。那可能对于艾维来讲，每次的悬点我都给你留一个口，是让你往里面去钻，对吧？对，你只要一钻，哎，我密码机你就锁不住。对，但是你不锁的话，其实我们这样的话，看一下他的前期的一个追击是怎么安排吧。第三人先去了一下中场。是的。看一下，直接传过来，把你中场密码机给你先站住。去沙包找一下的话，小铁他修的是里面的密码机。对，那这边队友爆点了，已经体验走了。是的，你这边陶片你是留不到祭司面前的。哎，喷到了。那要跟伊森打一个包夹，他是不打算传过去，而是从外围直接拦截，先藏一个红光。哇！这一刀拿得很快。快，主要是小铁他得看这边有没有监管嘛。结果一看到正好就被喷下的时候，对，就被喷了。对，这边又给上到了新10度40。张欢影响了。是的。还能顺手再把小木给干扰一下。阿策这边修的也没有那么安稳。感觉这局艾维前期很舒服啊。干扰的会比较多。密码机没怎么动。确实，你不停的去进行牵制的话，肯定会带到队友的一个密码机附近。而且伊斯人的话，我是可以双控，边追击边干扰。心里身上这个40幸运度的话一直没有掉，拉不开心跳的一个范围。感觉这里激风喷能再拿一刀，哇，选择闪开。主要是小铁非常敢，而且小铁没有出这个逃偏范围，但是躲了这一刀。他其实感觉是有点故意的，就是我就在你脸上。因为如果说我出这个范围，我会被手动的给喷满，但这边的跟火灾的一个配合并没有配合太好。对，因为这个喷的话没有让他进入到安全点位。这个球的话没有说拉到一个最远距离。是的。哦，那这边的话，因为前期是干扰的比较厉害的。是的。对，阿瑟他也是有换这2台密码机来回修。求生者这把还是比较危险的。不过本身他们就是要火灾调查员去救人啊，所以说外围的干扰，其他人也没有太大的压力，不用换位。这一次再用这个气囊弹开，对，还是很难进行一个26什么的，就只能说先离小木的遗产远一点。已经2阶了。对的，但这边这个净喷给躲掉了，但是当面选择交一个移情，是的，有点难吧？移给火灾吗？他这里为什么会考虑移情呢？可能就是躲了之后，对，点错了感觉。而且你点到的话，你确实当时是站着没法动的。对，就取消不了。但是炸下来了，就多拖了一会儿时间。是的，这样密码机的一个进度也是慢慢补上来了嘛。对。而且苦手这边的话，他还有2个道具。他救人可以稍微保一会儿的。只差最后的一个70的密码机，再炸。再无伤涛，想喷一会没喷到，看能不能卡到这一刀，很关键。没有真到了，那只能说这边想要摸2下拖一下自己的火箭 CD， 但直接一个喷断，把人给挂了。E 的话还是熟练度很高的。对，而且这样的话，求生肯定要再去多修一台啊。本体直接调到木屋，然后再用14人去管一下沙包。我觉得他也可以考虑直接把伊森拉回来，自己再传到沙包去进行一个本体的换位。对，这样的话伊森就可以继续压制木屋的人。这样吴昕得赶紧去大房再开一台。但我觉得他倒是没有必要去沙包追这个邮差。对。
这里手追的话会比较难。哦，可能是状态会比较好一点。考虑要闪开了，估计。那就得快一点秒掉，然后再有一个想骗一下手野的机过来直会。接开。那这个伊斯人得拉回来去秒一下。哎，看到了大房有人修，想来管一管。对。现在这个2阶不能随便交呀，一定要给到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节点。交过去，这个人得倒秒邮差才行。可以，秒邮差是好。那有一个隔窗。击倒之后，其实两边的密码机都有点尴尬。现在我觉得求生者要面临一个最危险的节奏了。是的。外面半状态的火灾，他等下有伊森，他不好修，然后满状态的人得来救人。所以说现在的话是艾维最有机会争胜的一波。阿策这边他还有一个气囊，感觉也是可以把自己的道具给交一交。哦，这边是直接无伤了，一个炸救，对，很好的处理了这一波的一个手椅压力。是的，保证了状态，还让邮差那边有一些牵制空间。阿策这边也提前拉走了。艾维的话，他可以跟你去重复进行这个过程。是我先守住，然后等2阶去秒外面的半状态。主要是到再有一波这样的节奏的话，哭丑那边就没道具了。哦，这边是骗他传过来了，稍微给了一点侵蚀增长。本体要先去大房管一下了，现在有一点点忙，小木跟大房都要去安排。而且两边的密码机也从50多磨到了70。是。有一台有点守不住了，说实话。主要阿策这边虽然他是半状态，但一直有一个气囊在啊。感觉有点他有点在拖自己技能的那个感觉。是的，但是球商那边也是有早安排好的开门战嘛，像地窖信都已经送出去了。然后球商的身位觉得密码机会差不多的话，也没有说所有人都在修。3台都很多了。对的。现在如果说没有一个上挂节奏的话，开门战也不一定好打。哎，喷满，但是密码机97、98、99，手语的技能还没好，而且之前没有提前去管门啊。还是先调伊斯人控门吧，对，不然的话这把想赢的话会比较难。哎呦，解擦了，但伊斯人这个距离稍微有点好像有点来不及，那边是有开门信的。这里完美双控能来得及吗？门开了。无心他有飞轮。看一下这边，这个距离的话，还有一个气囊在。这叫飞轮，小盘。这样闪现的话没有神距，又平局了，哇！感觉这把的话，其实艾维在这个阵容，对吧？是的。那相对来讲呢，守墓人，你说不管是牵制也好啊，还是去救帮的人，对，都会有一定的压力啊，确实是有压力。这两边的监管都是挺稳的，就是他们是以锁密码机优先为主。对，因为你可能选其他点的话，你会有堵不到的话，那外面的密码机的速度会比较快嘛。那我选这种点，我无论前面是谁，至少你们密码机是快不起来的。这个位置好，看一下前期的这样的一个追击啊，还是去找一下火灾，但好像有点想换人，中间去啊，先把他赶走。而且果冻现在可就在脸上。哎，等一下，这边，看到了，这可是我们没想过的一个开局啊。虽然说这个冒险家跟邦邦确实有故事，但是没想到这次是邦邦拿优势了。对，还有这种故事，还有这种写法。是的。那这个地方其实冒险家很难去单人牵制的，即使过来也很难保啊。速溶。是的。这个时候邦邦拿着44秒的追击速度给歌剧开眼，说你看你行吗？你可以吗？确实，这追得太快了。那这波的话，主要是密码机比较少，而且刚刚也知道守墓人是从中场拉走。而且这个版本的邦邦，你得救啊！你不救的话，还不能卖了保平。是的，我这个淘汰进度会变快的。一卖的话，这个人就直接就没了。等会儿。对，你们是要争多的，还是尽量保证？他这个雷炸一下，直接趴1/3进度没了都。现在其实已经有点要，有危险，还好。我卡办了。
小明还是不负众望，扛住压力了。但是两个人都吃了一个雷，所以说一炸倒的状态没有26啊。飞轮交出来，躲了一个连雷，但是有遥控的必经之路。对，往哪儿走都是要被炸的。冒险家这个角色还是太双刃剑了，确实厉害，但是也可能会让自己很伤。是的，就是他确实在牵制上是没有什么说法的。那刚刚那一波救援度过了一个危险期，这一波看一下怎么样去处理啊？狼队的求生，其实我觉得理性一点还是不要救了，因为你来的话一定会掉状态，而且冒险家而且你还没有化险为夷了，对吧？收益基本上是等于没有的。对的，他很难有2次牵制的机会啊。这个时候的话，可以耍点小心思，对吧？等你不救的话，我直接用雷把冒险家给炸没，炸上天了。对对对，然后他要走了。他知道大门这边是有个人的，而且刚刚通缉是一直给到勘探员。直接传这边，果断。可是一炸倒的守墓人啊！因为他这把其实只要保平就行。是的，他现在的话这样是有争胜的面的。还是想炸出来啊？比较难吧。炸出来了，直接秒。主要是邦邦他最优势的。这里低 buff 叠满啊！地下室加遗产机加没化险为夷加邦邦手椅，这看不到希望了，已经渐渐的已经把这个局势彻底的向自己去倾倒了。是的，哦呦，能放3颗雷、4颗雷、5颗雷、5颗雷，不雷轰顶吗？这是要直接掏，然后一个大吸，看人还在 C。是的，这时候趁你没有雷，两个人跟你上去。到脸上有飞轮，前面怎么说？双雷硬过板的说法，还是倒地。那这样的话，可能就换487进地下室了。换一个人下去。主要现在这个密码机进度它纹丝不动啊，差的太多了。因为求生他更多的时间，我就算那一波没有救，我还是要分一个人来卡人。还是修机主力被逮捕了。对的。没有发挥出来他的一个优势。对，如果说这把冒险家在外面，哪怕你其他的一个队友秒倒，我觉得密码机也不会差这么多。是的，主要还是因为冒险家本身被追了嘛。这波又是给了2个加速。气囊下来，但是这里已经铺满了红地毯，是的，根本没地方走。交一个飞轮规避，一个遥控雷再炸残，全炸到半状态，但这个短吸还是不足以让他出去。他随便打一个就行。是的。那这波2个都是半状态，怎么来救这个人？救不了。而且刚刚小蝶他飞轮也交掉了。这里的话可以直接追出去了，已经。不可能让你再救了呀，对的，只能卖掉了。是的。处理一下气囊，但就算卖掉啊，这一波年锦他的传送好了，无论是直接续脸上的人，还是去管一下守墓，都很难去招架。核心问题就是在于卖掉就是输了。是的。但也没办法，不卖也是输。而且现在可以去多摊一个净胜分。是的。一个遥控雷还好躲掉，还是比较远程的。手上一直有这个传送捏在手上，也不怕你守门修机。对，主要差的密码机还比较多啊，现在还要再去修2台才可以，这边一直叠雷就可以了。是的。那他其实稳稳的挂人也可以啊。稳稳的挂人的话，就是一个5比3。拿净胜分，主要他现在争四面太大了，密码机差的很多，而且守墓人那边道具跟状态都很残。确实，这把的话肯定要想4的话是肯定能4的。是，就时间的一个问题，可能会拖得久一点。无限接近于100%的一个4抓率嘛。是，因为你这边就算交了自愈的话，场上密码机很多，我还是可以一个传送回来嘛。看吧，求生者这边能不能在绝境中去寻求一丝生机，看能不能走一个先吧。这边是确定你不会来中场跟大房去消乌鸦嘛？那只能是在小门那边了。守墓人的话，你这个铲子不用，你还换不了道具。是的，还挺尴尬的。你也补不了状态。但你一旦莫名其妙下个铲子，我可能就能意识到你在箱子边上了。是的。
这边再往里走就有耳鸣了，一直在看密码机。他是真的不着急啊，很稳啊。我甚至不怎么往外找的，就是在密码机附近去排查一下。那看一下小明，他往沙包里的话，其实那边是没有密码机了。一会儿可能会容易被排到啊，因为你还是要时不时的碰一下的。他说小蝶已经从大门排到了中场。哦，宁宁觉得我很久没排大房的密码机了，来看一下。这个时候守门也只能一直在外围去躲。对，他又得回小木那边摸一下了。哦，哎呦压了，可惜，对，还是没有藏住。主要年景一直在这个密码机附近。对，小门刚刚虽然没排很深，但也是逼的小明得去没有密码机的位置躲一会儿。火灾是被迫把自己给交掉。是。哎，但是现在守门人一旦被逮捕的话，好像也没有什么说法。是的，这边接倒之后，看一下小蝶能先修一修，但那台密码机是修不太亮的，从现在赶过去也修不亮。就他还得去牵制到守门人再自己，然后两个人再拉扯2台。对。位置也是比较明确的，知道你在大房里面了。因为刚刚也看到你有在修那台中场的密码机，是我们那边交了自愈可以修一下木屋。哇，这个窗户被拦住了，好难受。哎，3雷还是炸到了。我这边小蝶遥控有飞轮，漂亮。飞轮。这样守门也是果断交自起。小木屋能亮，争分夺秒了。对，就差中场那台，但这里还是被炸倒了。毕竟是一个2阶帮嘛，我这个雷的话基本上是源源不断的。哦，那他把他的铲子用掉了，刚刚，然后所以现在摸一下箱子，看一下能摸出来什么。根据年景这样比较谨慎的一个打法，喂，摸了一个娃娃。那这样的话，可以摸好自己，也可以让娃娃去偷密码机。是的，但前提是不被发现。但感觉年景这边已经有点意识到了呀，走直线吗？冲着这守墓人跟娃娃就来了呀！哎呦，这个位置排到耳鸣那可不妙了，知道你在里面了。哦，这个视角转得非常快，看到了娃娃，也看到了守墓人本人的脚印啊。那可以顺路先把娃娃给炸倒。那应该没了，因为这里位置被锁定，另外一边火灾也没有自起。主要他要留完去淘汰走地窖还是会比较久的，他只能等火灾调查员消失，然后他去走地窖。是，但是这个时间会很久啊。是的，打一刀可以把它摸起来。再挣扎一下。一个遥控雷炸到了守墓，但守墓自己也没有自愈，都没自愈了。而且密码机其实最多那个就在脸上，而且这样的话就更绝望了，因为守墓人是没怎么留过的。对他又要重新留了。哦，看到脚印是往沙包那边去了。不抛弃不放弃啊，但是确实这把没什么机会了。哦，躲掉了遥控雷，走位还是很秀的。是的，马上飞轮就好了，飞轮又躲了一波。是的，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牵制空间了，在这个小短板还是被击倒。那这样的话，让我们恭喜季雅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是拿到了一个漂亮的4抓以及2个净胜啊！是，我感觉今天真的是前面求生猛猛发力，后面的话你说有一个特别高的得分倾向。是的，他不如上比平局会比较多。对，他不如上一个版本我们看到博奖一拿出来之后就是3抓4抓，极少有可能哭乱抓呀。对，娃娃直接留着用来扛刀，你看到时候是选择处理娃娃还是处理结实本体？是。哎，上来是直接去找往了这边的一个陶板，陶板这边是把自己的娃娃已经放出来了。那江兄这边是只能选择去处理掉这个本体。不过这个点的话，其实板区比较多，还是能够去牵制一下的。是的。
看这个娃娃能不能存活吧，只能选择代理了。对，而且这个笼子的话，感觉没有说有一个特别好的拿刀节点啊。那上来第一个龙给废掉了，后边拿刀其实就不太顺利了呀。甚至前锋也在旁边。对，你中场的选了一个前锋，也在旁边修密码机嘛。是。这边也是在博弈，博弈这边反区，回龙再一放。 利用这边的一个强体，自己是直接再穿过来，想要拿刀，拿到好像到这一下，而且这一下也没拿到，那还要再跟钻一次啊！在这里的龙再钻过来，龙又飞掉了，3个围龙下来才能拿到第1刀，哎呦，飞轮又规避掉了。但这里的话是有一下了，是终于拿到1刀，但是现在自己阅历值跟不上，你拿到第2刀有点慢啊。前锋现在甚至也在旁边，前锋也已经过来了，来一下了，是帮忙保。 反正扛到我也无所谓，你外边也有个心理。这个龙前方好像没能跟钻进来，是，不过问题不大，还是能够去处理掉这个机械师的。现在就看一下过客怎么去帮了，再拖一拖，反正他这边愿力值也不够。对，不过好消息是前锋的那台是能够去踹掉的，但是坏消息是外面还有个机械傀儡。是的。也是有点费时间啊。其实处理掉机械师花了很长的一个时间跟比较多的愿力。这里你敢出去吗？你要是出去的话，前锋就是会直接救啊。如果不出去的话，其实那边已经有人去补密码机了，空调已经在破译了。然后外边这一脚，你现在如果不踹，你后边可能就没有机会再踹了。魔术师现在已经在补了，等你到时候再想去踹密码机，可能就会强行给你修量。想拉球，想直接撞晕，想无伤，差一点点。 可惜球少了一点点，他现在的话得去快速处理一下陶婉安那边，还得去想办法把中场线再踹一脚，不然你这个密码机机械傀儡还在外面，其实控不住。等一下想踹这一脚，可能只能去墓地踹了吧，因为机械师娃娃那边还破译不完。对。哦，但这波的话，其实又是一个隔板，废掉了太多的愿力值了。关键是你废掉了之后，你还处理不掉。对。哦，这里还被博弈了一个砸头。是的。 虽然拿到了状态，但是你这1/4的状态没关系啊。同时的话，心里也是把前锋的状态给他移满了，继续过来上班了呀。外面根本都不需要这个前锋去破译。现在这局面只要不倒墓地，求生者就能打成一个4人开门战。你相当于前期废你一个技能啊。对，这时长用不出来。就倒小门。是处理掉了，但是问题是现在密码机就差2台30。然后前锋还在旁边，第一时间还不能签。其实愿力留的也不是很多。对。 你设一个外边围龙，那前锋这边就等一下，我还可以帮忙接着撞了，因为你现在愿力值又用光了，还没有办法去墓地去补这一脚时长。你现在根本都没有办法去控这个密码机。是的，没有能力能过去。是的，现在还能分人去贴门，那整个开门战其实可能就是一个平局的面了。对，就看一下他牵制的一个时间。 看能不能打针对吧，因为机械师这边是没有。这一波看一下能不能换一个有化险为夷的人过来，心理过来了。对，过来开个圈会比较好一点，反正你没有回光返照。然后魔术师去贴大门。对，然后让机械师倒到一个挂得慢的地方就行。想要帮忙扛一下试试，看能不能扛得到。但起码把陶婉安扛进板了，那可以亮了呀。其实可以直接亮的，不亮吗？他把自己给到身位吗？那边的话是机械傀儡在压密码机，但是这样亮感觉有点亏啊。对。 慢了不少。你如果说是能早点亮的话，这个门其实他们的进度现在已经到了7成或者说8成了。对，现在反而是两边门都还在点。设了个围龙是想着前锋可能会在旁边，但是这围龙岂不是把自己给关住了吗？对呀，这个时间也浪费到了，然后过客的也把门点开了，前锋也在外。就本来其实还是有机会再留一个的。是的，过客这边也是直接走，魔术师这边也是把门点开。这边的话还在中场。 哎，传送传的是小门，他觉得回忆是已经在小门门口了。那愿力值这边跟不上，回忆是能直接走地窖的。那这样在第一局，北京 WBG 求生者是直接完成了一波3跑，拿到了一个3-1的比分。其实比较好去处理这个冒险家了已经，所以这个冒险家你现在红教堂想蹲几乎是不太可能了，得牵制，而且得牵制顶。没错。 这个体系阵容想找帮忙，只能就是园丁啊，园丁在外边帮忙拆乙，然后去拖这个时间。上来先把14人招出来，直接去找往18的位置。18点位应该是直接拉点的，因为你要是在脸上藏14人肯定能找到。对，这个地方不要妄想去苟，直接跑就完事了。没有什么点位能去允许你能藏一的点。
再找，目前没能找到。18师直接蹲到了大副旁边。看一下这里的话是先给大副来一个寄生，想逼怀表，怀表没能逼得出来。再去干扰一下小门1号马尾的那台密码机。是。逼出来这一波怀表之后，年年可能会想着换人了。他现在应该是在钓鱼，他钓谁呢？钓这18，他在找18的这边的话，位置。其实是已经找到了一个比较不错的狗藏点，然后再去挖密码输液了。这李斯人能意识到吗？可能好像能看到吧。感觉这边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因为冒光了呀，因为冒光，所以说能注意到18。而且说实话，大空地的看不到也很难吧？对，也没草，这连个板子都没有，就是四面八方什么都没有的。是的。但也是干扰一下，等一下，枯草这边打的有点大。等一下，59的侵蚀度，现在能直接进行追击啊！是的，这怀表现在还有3秒，等一下，夫人第一时间他必须要把这个怀表给摇了，提前摇。但这样的话，其实他可以等一个怀表的时间就好了。对，就先用14人去跟。现在密码机马尾那边是继承 CD 好了。是的，不然密码机现在进度不太够，因为影响有点多。对，这边的话已经是牵制不了了，差不多。哎，这里的位置好像有点偏，现在拿这刀好像还有比较难。对，就感觉确实离得有点远了。对。那反而是给到枯草一个去活命的时间，就起码能够多拖20秒。这侵蚀度现在才4，你怎么去绕到它呢？目的现在还是一个长板。是，好消息是枯草那边已经是没有手持物了。那外边密码机现在就能破1够了。想要再去绕一下，但这个地方的话，其实本身模型会比较长一点，而且第一排还留着板子。对。再等。虽然这里是完成击倒，但冒险家那边输液已经是摸到了100，外边密码机可能是直接能去起1台的。2台半左右现在密码机，但是大副本身是做的比较久的。耐做，外边甚至也有2个化险为夷。但整体看下来的话，这把平局问题不是很大。就看一下这个冒险家的发挥了。现在还能拖着去打一打。你本身就算说是追倒了大副之后，外面也还有2个化险为夷能够去拖时间，是。再算上你大副的一个久坐的时间，香水骗了出来。再等，看能不能拖的时间更久一点。大副真的不着急，慢慢来就行了。这毕竟也是个园丁，园丁原地续盾其实就行。嗯。去盾了，然后借个板弹，把他直接救下来，保证自己是一个无伤。等等，这边的话还是吃到1次伤害，园丁不过还是极限卡到半，但园丁的话是要给到一个双倒的。那这个双倒其实是有一点亏了，卡是卡到很满，对，但这个确实有点亏。自己一旦双倒了，那就不太好跑了。大副现在想要强行把这个箱子给他摸出来，但这里的话侵蚀度又叠满了，是年年肯定不允许。那外面密码机冒险家现在也是在进行摸树叶，那就是还差半台左右。对。那你压满的话，可以让木偶师过来开一个圈。是，其实比较可惜。如果说是园丁刚刚是保证自己的状态能出去的话，起个半台密码机其实是够了。嗯。现在的话就得等他起来之后，再把中间的这个90的密码机给他修开。对的。冒险家还在硬修，现在就等木偶这边过来去进行救援，然后园丁把中场密码机给他补掉，然后过去干扰一下18那边。对。那18这样进行修下去，密码机肯定是够了嘛？是。但如果你不管的话，确实那边密码机就要修够了，所以他还是想要去先把18那边赶走。没错，手里有闪现，他不担心的。你大副迟早会被救下来的，对，救下来到时候我再去传过来找你。这边本身也是在陶片的一个覆盖范围之内。哎，你看整个墓地。传过来，大副跑不了，一刀先完成击倒。同时的也是干扰到了冒险家的那边，所以密码机现在不够。是，闪现现在也在守，到时候开门战还能去进行波拉扯。其实现在对于捏捏来说，他就是捏这个闪现，然后到开门战的时候让它发挥作用就行了。对。只要说你这一局能够保平，就可以拿下第1局的大比分。这3个人无论是盯准哪一个，其实都可以，因为他们几个人都没有进行一个回光返照的这个点，对，他身上的移速也没有加成。而且大门的话，其实也是卡着2个人嘛，然后小门再让皮皮虾去点，想要过来也赶一下小门，给到距离就闪。不过还好，小门那边其实偷的一个进度会比较多一点。魔师这边位置还是被逼走。
看能不能抓到皮虾的机会了。皮虾这个点位，他应该是想闪的，闪现击倒之后，他可以暂时先不管。对，现在大门那边已经开始点了。是。大门时这里是间肯定不够平地击倒了。平地击倒没能逼出来闪现。地击倒的话有点难受，现在还捏着个闪。那还能去赶一赶人啊？自己的挽留现在还有个70秒。而且刚刚大门这波有机会去点的时候，进度差不多是点了一半左右，还是能够去控的。而且这里过来也是看到了18的位置，手上还有闪现的，这不太好跑。这里如果能闪现完成击倒，好像还能去守一下大门。大门那边一个点破译进度是不打算管了，他觉得这边已经是拦不住了。那就他那边也是清了一下陶片嘛。是的，但是走了一个。北京 WBJ 也是在第一局完成一个6比2的积分。是，而且你像这一局的话，因为对于捏心理这边会不会去带一个双男加化险为夷？我觉得心理跟幸运儿得有一个人去带化险为夷。是的，你不能只把这个化险为夷的压力套在守墓人的身上，来的一个方向，然后去另一个方向去翻就好了。密码机会慢一些，幸运儿这边的话，第一时间他只能先去摸箱子，底先躲一躲，看这个格局到底会去抓谁。然后进入到比赛画面，上来是直接先去找往了皮皮虾的位置，等等，去往了中场，想干扰一下密码机吗？找一下枯草的点位。枯草上来先把自己的技能先使用一波，看能不能拖着时间。如果说是往大方带的话，也会干扰到心理啊。对，而前期的话，其实被逼这个铲子逼得比较早一点。哎呦，3个人，2楼还架着一个人，所以你现在密码机的破译进度也会更慢一点。关键现在是3个人没有第一时间进行破译啊！幸运儿是由于自己的点位太尴尬，没有办法进行破译。是的，他现在的话终于是修上了，再抽，等到自己的第2个铲。那你其实第2个铲子交出来，那边密码机也是刚刚开始修的进度。2个道具交完了，外边密码机现在也就半台。再追这个铲子肯定。对的话要直接给了。密码机现在还是有点少，你需要幸运儿在外边去充当一个机械师的位置了。现在继续追下去的话，其实闪现也是要好了。对，再补。所以你可能拿完一刀之后，会有一个比较快的被击倒的节奏。哎呦，实在是不太好进行牵制，因为主要他带的也是一个化险为夷跟闪，直接闪过来，想快速击倒，这点位不太好玩。而且你这个窗总是会烂的。是，翻不了那么多次，而且也会被架住。这里要倒了，快速。也是直接完成了击倒，但现在要是让人来救，估计是让18来救了。18的话是直接拿了一个信号枪过来，但他前期也是翻了一个机械傀儡嘛，那现在修半台之后再把娃娃放在那边，这枪没自己必要，拿枪过来，这枪没必要交啊。如果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无伤的话，可以考虑考虑。那你要下来直接受伤，这个枪没必要。但你这个地方从2楼缺口跳下来，他给了一个化险为夷，也很难不受伤吧？对。这枪没有办法保证，就是说守墓人你下来有一个牵制空间。哎，这里的话是短了一点点，但是还是能够去拿到这一刀。那这枪可以省，没必要交，因为守墓人下来肯定注定他牵制不动。对，直接让枯草往他脸上去扎就完事了。没错。稍微有点干扰到马尾的密码机，但马尾这边的话也不太担心，吃一刀吗？会，这点位好像还是有一点点的让捏捏不太舒服。因为身位是足够近板了嘛。是的。再过去硬追的话，可能会拖个10几秒的时间。但他这波的话肯定会干扰一下马尾那边的修机，所以是直接让别的队友贴过来了，让皮皮虾过来了。那古董商救吧，古董商救会比较好。因为古董商现在密码机反正也已经被干扰了，不如过来给个几棍。一棍，但是没有打在墙壁上。正常救，看要不要帮忙辅助一波了。可以拖一点时间，哎，空棍了。那枯草的话，其实在这个点位可能也牵制不了太长的时间了，都是短板。点位只能去看能不能砸到板子，直接出倒了，而且脸上还有个皮皮虾倒在脸上。这外边密码机其实还能控，就自己的这个底牌好像切急了，如果能切得慢一点，外边允许其实能切个时长的。对，但是也还行吧，毕竟现在的话脸上就有人，然后你挂完之后，外面2台是1半左右的进度。是。现在是把幸运儿的状态给他调起来了。但我一看你2个人都在破密码机，我直接去找密码机了呀。对，你的娃不可能是在这边的点位的，直接出来追，古董商那边就直接不管了，进行一波追击倒，看能不能把马尾解决在这里。如果能解决掉的话，2台密码机都能控住。是的。
先打一刀。马尾其实他也知道监管者的想法，所以说选择直接带走。是，但这样的话没关系嘛，毕竟捏捏那边还是有个传送在手。对，我觉得他是可以去追一下，然后有人修再传回去就行。捏捏是想着留下自己的技能，看能不能再去拿到别人的状态。这波的话就看他能不能排到了。哦，直接被砸了一下。但这个位置卡住了，导致这个位置白砸了。因为你点位上你没有拉开。对。因为你还是在这2台密码机的范围之内嘛，所以你外围可能还是要先看。哎呦，这里的话是板子却又来了一个板子，是拖到了些时间。现在心里也只能是在外边进行一波新的密码机进行破译了。直接交枪了，他不能处理的信友的时间会稍微有点久，我觉得他得去管这个密码机了。是的，他不能允许自己受伤，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带回光返照嘛。但你过来处理皮皮虾的话，手上也还有机关枪。皮皮虾现在也是在拖，捏捏想要把皮皮虾直接击倒了之后，去管一下马尾那边的密码机，能击倒吗？现在拖的时间好像是能刚好去拖够啊。因为外围那台其实你在处理来处理去之后，也是拖到了1大半的进度，再来一下，那回板子了。是的，皮皮虾机关枪基本上是快要用完了，就差一棍。往回带，他绝对不能带到马尾那边去，因为他只要带到马尾，他会捏捏会选择直接换抓。对，您那边还是想要去处理一下这个密码机。是，他主要是想把自己的传送也能拖出来，是吧？直接亮了，想再找一下皮皮虾。但这个打法的话，有个问题就是你开门战没技能啊。对，因为密码机没能守住。现在其实可以准备打一次这个机关枪，然后直接亮。捏捏不会选择打的，因为他现在想要硬拖这个传送。只要能把这个传送拖好，他就有机会去争一波3抓。对，还不亮。求生者其实现在他也算不准，他不知道这个监管者他的传送到底有没有好。可以找机会开了，因为你隔着一个板子。现在传送是绝对好不了，那边的门肯定是拦不住了。心里是能跑到门口，12秒来得及，就看能不能顺利的去处理掉这个皮皮虾。你处理掉之后，其实那边门是已经开掉了。对，还有3秒，脸上就有个椅子。对，看有没有机会。哎，其实他现在还在里面，好像来得及传，直接传过去，能不能注意到心里的点位呢？这边是蹲了一个，是故意刀，但是这样的话就可以爬出去了。心里现在必须要拉开，不能给到2名。是再去排一下心里的位置。其实他大概知道心里是从哪个方向过来的。如果往右边盘的话，就能盘到。2名出了。但那边的地窖也现在比较远，心里现在好像跑不过去啊。看一下这个位置，因为现在古董商飞了之后，它还有一个飞天动画。对，有大概一个5秒的时间。是的，这里的话板子是拍过的，这个去架一下心里的位置。如果这里不让升位的话，它是走不掉的。那你这个板子你又不敢翻啊！这一刀直接拿了一个被留下来了。哎呦，捏捏也是在第2局为自己的队伍也是争到一波3比1的积分。是的，这里的。会有几个人带这个回光返照呢？不好说，对吧？入殓师是不带的，然后火灾这边应该会考虑上来选点是冒险家在自己的下方，但自己会愿意去追吗？这点位不太好找啊，因为它旁边都有很多的一些地方，你像有草丛啊，它都可以去躲在里面的。看一下这一局。上来是直接去找往了冒险家的点位，打算去尝试一下。如果说是能找到的话，自己的前期节奏会很好。对，这里的话是远距离已经发现了空调的位置了。不过空调那边拉点会拉得比较快一点。这能找到呀？自己的脚印这边应该是不能消除掉的。他刚刚应该是远距离已经看到了，就是1板1窗的那个位置。对。然后这一波是远远的跟住这个脚印过去。那没有办法藏了，只能进行牵制了。但化险为夷跟飞轮的一个冒险家，有一定的牵制能力，但自己这个点位好像会被上一些拉呀。但这把对他来说要求就牵制的时间不会说特别久，而且密码机破译的快。对，因为你算上一个拉点时间，现在贴近身位的时候已经是有3个半台左右了，我再去跟你绕一下这种高墙的位置。主要是这个点位不太好转出去了。对，但也没关系吧，反正你可以先绕。后面飞轮好了，就还有操作的空间。再上了一些。这里大概能直接上到80多，直接上满，先拿刀。以为自己他密码机已经3台60多，对，一个移行过来。
上面的板子已经没了。就算交了飞轮，这个位置也是会吃到。对，可能是不太好去处理了。就看能不能拖，这波就好像可以压满救一次。让佣兵过来可以考虑压满救，然后就选择卖了。卖人马基已经是有个近2台半了嘛，2台半多了。而且其实陶晚安现在也是在附近，如果说你要操作，也可以去操作。要想着卡半吗？妄想家肯定下来是牵制不动的。你要选择卡半，那到时候就直接压半可以把它卖了，因为外边也没有队友去有一个化险为夷啊，或者说是入殓师有去看过这么一眼的。哎，入殓师有看过吗？他把灵柩直接重新放了一个位置。感觉前面的话应该是瞄过一眼。如果是能看过的话，外边到时候可以再把它进行一波灵柩喊声。对，这样的话其实就会比较舒服嘛，去硬拖你的一个时间。看他们要不要这么选了。如果要看的话，只能是最开始的时候看，因为后面他已经是在拱门底下那台机，然后又换了花坛的那边。哦，没看过，没看过。他只是把自己的灵柩换一个位置，到时候好方便自己进行一个换点转进行牵制。现在换个人过来，陶完现在已经是过来给个2名了。是，而且最后一台已经是在起了。是的。现在就看能不能拖。佣兵有2个护腕，其实他也不太担心。你就算是过去抓这个佣兵外围马基，他们2个人也是能直接去进行一波破译的。主要都能牵制啊。是的。或者是陶晚安那边也是有一个灵柩增加一个容错，就算倒了自己反身也无所谓。只要不是20秒直接被融化，那外边密码机他就能去补上。现在就差2个半台左右，你再过来找过客，但是过客脸上这台已经是开掉了。没错。自己的气囊还在，但是这是自己仅剩的气囊了。那你处理完了之后，其实你都不太好上蜡，所以是选择直接过去找回忆。这台是他后面新起的45的这台，不倒地下室就行。外面也有机会去再起一台，因为现在空间还是挺多的。对。等一下火灾就可以过来救人了。直接是把2个护腕都交掉了，不太想要去给你处理的时间。要不火灾现在就过来，因为佣兵现在护腕都已经交过了嘛，然后自己现在牵制能力其实不大，没有多少空间了，火灾可以直接过来进行一波救援。对，现在的话其实就是看一下你怎么可以去挂的慢一点点。是的，想往角落倒，不给到将勇者挂地下室的机会。 2个人还是想要去抢一下密码机。这里很明显是挂不了架势，如果说是你要硬挂的话，会耽误自己太多节奏。感觉有点不太想救。不想救直接亮吗？直接亮了。亮了，然后直接去开门。 如果这一波这么亮的话，就看一下2个人怎么去跑点，因为现在你是多了一波灵柩容错的。对，要骗啊！现在要骗江秋这边的一个视野范围的信息差呀。但是感觉2个人的身份有点暴露了，这不太好点门，这门会一直被封，然后直接去找过客。他想给过客直接反，但这个传送能拖好啊。不过脸上的话倒是能够先把佣兵给他救下来。 是，能救下来就行。其实能救下来的话，拖一下那个门就要解封了，然后你又多了一波灵柩。先找回忆，把顾客这边是拦到一个门外。好，回忆这波的话还是可以倒在地窖口。对，还在拖。对，还能再拖你被迫要去挂人的这个时间。那顾客其实都没必要去冲陶晚安那边的门了，他直接是在另外一扇门去开。他自己本身有个多个灵柩，我爱点哪边门都无所谓。对，因为你只能处理1次。 那现在这个传送，其实你就算传了也没有什么用，因为你只要过去拿完这一刀，他会直接反。而且你现在也不太敢啊，对，还卡的是个半，你敢传了，陶晚安这边就会进行一波救援，那就能完成一波3跑。那这里的话，陶晚安是已经出门，那边过客也出门了。是的，那这样是完成一个平局，也是直接可以恭喜北京 WBG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 哇，上来开赛的状态 ，WBG 是非常的不错，因为他们是求生者跟监管者同时去发力。双重惊喜放出来，对吧？你可能撞球过来，你会被沉默到。是。就看一下白鹿的一个理解了，相信他选出来也是对自己自信满满。对，自信度非常高了。我这一手选在了冒险家附近啊，这个会有点危险啊。这个的话，我是毕竟可以用双重惊喜排点的。
看一好，下。开局应该就是更多抓一下骑士嘛。对，反正我前期有绕场谢幕，也有双重惊喜，你这个技能跟平 A 你还真得好好琢磨琢磨。没错。先猜技能，双重惊喜要用吗？还是说先 A 一下？这边的话，距离其实大龙这里保持非常好啊。最后一点时间还是敲了一下双重惊喜。那这样的话，封了一段时间技能。也隔窗双重惊喜给到一颗，哎，没给到，并没有给到的。对，没给到。那这样的话，前期绕木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。拉近神距亏好了，直接战术遇见你的一个兰花火啊！哇，这遇见的真的很准。是的，而且这个香池也触发了。给到前期的一次牵制的话，我觉得时间上面是非常充足啊。是的，我们兰花火也在遇见啊。这个看一下下一个战术遇见，上到一下。这边的话又再次猜中，但是技能封禁住之后，一个隔墙的双重惊喜给到一次伤害，而且一下子上到2个惊吓标记。对的，一个飞轮想躲掉最后一下的伤害，但并没有躲到移形贴脸，给得到吗？预判的时候走位，再回头过来，大龙这里还是没办法了，还是倒地了。但是没关系，这不是解擦，因为根本就没擦到。没错。但是对于揪手来说的话，少了一次容错嘛。是。然后铁定神威的话，双重惊喜预判了一手反走，还有一次差一个，哇，蓄力刀片，非常细节啊。对于喧嚣来说的话，他一黏住求生者，基本上求生者很难反制了。对的，绕场谢幕直接击倒，这就是我们上个版本所说的，就是只要你追击能力够强，我不怕你 OB 位，没错，我以快打快就行了。因为前面的话，毕竟交过一颗球之后少了一段容错嘛。是。那现在这样子看到一个双倒的情况下，还要赶过来救人啊！莫师这局也是来到脸上，但是没化险为夷。这些双重惊喜放的有点歪，有点无伤了。但是没关系，能看出来白鹿的一个熟练度，特别是双重惊喜跟本体叠加的这个双层标记，对，非常熟练，高熟练的。而且这边的话，因为你没有化险为夷之后，你是基本上下野之后没办法拖到时间。而且夜华这里是单飞轮啊，这就成为了一个什么呢？你唯一的化险为夷在椅子上，你很尴尬。一次吗？想着先扛一个伤害啊，救下来了。哇，所有人都跑脸上来了，感觉。但这波打团的话，其实风险太大了。是，所以必须打出个结果出来，至少拖个飞轮，想办法。这边的话只差最后一个爆弹，看一下翻回去没有打到。那双重惊喜 CD 马上好了。对，看一下给一个隔墙的，并没有打到。还有第2次机会，可以准备陪跑。哎，但被模型卡到，放到脸上去了。最终击倒，隔着一个板子，没错。风中飞人过来以后，就看一下能不能快速，同样跟上一波一样击倒击球手了。对，但现在的话不敢欧了，不敢欧了。对，没办法欧了。就怕你不仅欧不出来，你自己还得赔上。对，被监管续上节奏，那就完蛋了。我还说这边有个冒险家的话，其实整个破译进度来说，还是差的不少，还是差的不少。因为看到密码页上面只有一个60多了，对，加上目前场上的一个密码机，而且你看2阶了，又有移形，移形过来脸上。因为对于其实喧嚣来说的话，只要贴脸，基本上求生者很难反制嘛。但是我们也看过这种木偶师被快速拿到的一个情况。对。等一下。连续变身，只能去规避一下一个伤害机会了。这里的板区也改了一下嘛。对的，双重惊喜震慑直接命中，就是真的太熟练了，就没办法。就你基本上黏住了之后，你其实所有走位你是没办法拉开距离的。有地下室，救手过来了。那3岁的话，这里感觉有点难啊。对，看去里面，把往外打，应该是打算秒救吧？秒救一次。但是木偶师这里感觉拿刀的一个频率很快的，很快，太快了，不一定能出去。的话是挡了一次，挡了一下还是被对，还是没办法。那击球手也不好出去啊，骗飞轮，飞轮再一次被骗掉。那这样的话可能要买1死1。那这样的话把地下室一挂。击球手可以往外提不挂，因为这一局的话尽量是往4抓去发展嘛。如果都挂的话，那给到冒险家一个跳机机会了。没错。
往外牵，然后想办法去丢。那现在就看一下冒险家能不能顶住这一波喧嚣的排人了。对，刚刚是有耳鸣的 ，OK， 耳鸣亮了。哎，远程这边是看到了吗？往这边去。击球手的一响起个了，空中飞人赶过来，这边脚印的话是没有藏住的，好像。看一下，有看到吗？没看到。往回看，哎，这里看到了，非常快速。焰火一照，我现形了。对的，这边的话，在双重惊喜给到一个击倒，再往回牵，要不要？选择直接挂，手上移形也好了。看移形贴脸，那对于3岁来说的话，要顶住一整个挂飞的满状态的椅子啊！只要看到脚印，这一波就在劫难逃了呀。隔墙给了一个粘土，再来一下。没有飞轮，直接4抓，这才是新之王。感觉白鹿这一手喧嚣真的是行云流水，因为你毕竟不管是骑士也好，木偶师也好，他们的一个个人牵制能力都是存在的，对吧？然后像咒术师这边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角色他其实是越溜越能。双十一这个地方板窗还是比较公式化一些的。反观说要去追小房的木偶师的话，我觉得求生方这边的区选是已经防得死。来看一下。起追的话，还是找双11的住宿了。那就看一下前期的一个到底是先拿刀，还是先给到一层咒像守护。并没有骗一下，骗一手往中场去赶守墓人，救人位去了。对，我记得没错，你俩以前还是队友。但这边的话，先破板，对于守墓人来说，2个板子一踩，其实盾铲的话拖不了太多时间啊。断了，但是只能拿铲子刀啊。对，还是只能拿铲子刀。就看一下这个中空期12秒能不能拖出来。对的，有个短板博弈机会。短板博弈，看一下想过板吗？下板没给机会。留了个隐约，这边的话有个应该是先给刀收尾，然后再去下这个2条小破船的3连板，再下个铲，那无敌了。对的，这边2板齐下。哎呦，差点被抽刀，好危险。但算是有惊无险，那得把所有板子清理掉，而且大船下的板子也还在啊。对的，一连破4个板，破完以后，铲子其实也就持续一半。换节奏再换追吗？先踹吧，先踹。预判到了，你要踹，不让踹，失常了一手，星河都找不着了。哇，这一波有点伤了。主要是你找到之后，其实他的一个道具还存在啊，现在。对，还能再挡一刀，而且到了一个新的板上去，知道你的技能不是闪现之后，他更好去博弈。是的，这波下铲，那其实马上要出了呀。这一手的一些所有举动已经被拳方这边看破了。看一下位移过来，但这边的话距离有点极限，一个蓄力刀还是带走。对，但这手市场没交，发现这边周围是没有密码继续踹了。还是有机会踹的啊，对的，就是还是要往大船那边挂。奈奈那台，奈奈其实已经做好了准备，就是什么，你踹可以，那你无伤，没错，对吧？一定要被无伤救过。挂的距离是非常远啊。骑士是可以保留一下荣誉共鸣，用手扯的，要吗？我觉得先等吧，因为毕竟他们对于这一局的话，目标是跑1个。椅子上的牵制时间也很重要。对，然后整体来说的话，密码机我可以去拖下后期2台的一个密码机进度。来看一下，这边也是卡，蓄刀没有打到，看能不能。才错了一个全部被预判掉。对的，但化险为套出来。保留了荣誉公民。那这一波导远啊。其实这个船尾就当没修过了，已经没什么进度了。没错，但是这一局整局下来，这一脚时长给到了东学，还是有一个争夺装面的说法在的。是，就看求生者后面的一个稳定性了。没错的，因为现在的话，可能你说要去救守墓人的话，还要付出1格血的代价。要不要选择去付出呢？还是说选择卖掉？应该是打算卖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调整状态。我觉得还是会来救。对，摸好之后让骑士过来去用个荣誉共鸣。对。就他们战术是非常求稳的。这边的话，其实东玄意识到了，接下来大船底下，但这边已经偷溜过去，并没有找到回输过来。这波飞轮要暴露吗？没有选择暴露。荣誉公民，自己也很安全，而且还尽量晚一点触发，这样拖的时间更久。
密码机还差台整，反正是没有办法保证这个星河去活到开门战的，也不需要，对吧？只要跑一个，哇，这个东玄的对时间的把控非常好，比星河还好一点，对吧？没错。那得赶紧跑啊！这波应该是想牺牲自己了。他就是说，你来抓我，你不要去守密码机，我可以倒，然后小迪准备救援就行。因为这边的话，其实骑士是跟咒师缔结契约了嘛，所以说他的一个命中伤害的话，会给到他一个咒术的一个返还嘛。对的。那这样子来看的话，其实小迪这边的一个作战能力就强很多了。没错，看一下，对，一刀直接一个三层纣侯守护。对的。而且这边已经是提前过来，能排到吗？这里再找到了，闪下去吗？没有选择，闪下去也没意义啊。3层对，还是能救。就这里想打一个外围的拦截，但手上的话其实是有这个咒像的，而且还有飞轮躲一刀先。那我救了3人侯了。开门战的时候3层一交，其实就无关于这个回光返照在。对，那现在的话，密码机另外一边马上压好了，看一下直接交那通电。两边都拉开了一定的距离。宙斯这边的话还有一个小猴，对的，距离刀2连小板，有个弹射，继续下，这里还蛮难套路的。对，这边的一个板窗还是比较复杂一些的。对该踩还得踩。还给到一刀震慑。但另外一边的话，其实小门已经开了。所以说木偶师其实是稳走的，就看骑士能不能走。木偶师其实可以扛刀，然后骑士也能再猜一猜监管者的一个普通攻击。没错。传吧，应该会传，留个影子传。传送。但落地下来的话，其实那花瓷完全可以出去卡，因为他很笃定自己就是一定能交出来这个路易。对。回速回去了，那这样子的话就平了。是的。就赌了一手。赌了一手什么？就是你2个人都不在门里面，那代表什么？代表可能有一个人去救了，有个人在中场卡着，是对吧？这一手的话也是心态上面确实拿捏住了。对的，知道急的辅助能力，我觉得都是很强势的。但是这几手角色如果有第3回合的话，太贵了。那真的，他要是带个闪，他能不能直接抓前锋啊？对，我觉得他是不会抓苦丑的，因为这个位置的话，目的肯定是给到苦丑一个人去牵制，对吧？然后像雪茄可以利用到甲门这边的一些长板，然后他可以进行更好的一些绕点。好，来看一下我们设想了这么多，到底前期会追谁呢？这手是长手红光，还是要往中场去找前锋？对的，前期有点小失误，不过没关系啊，还是找到了火灾。那这把火灾有点危险，他毕竟是没回光返照的。对的，而且这边白鹿非常优势的一个点在于说，是他先把独栋这个位置站住了，那再出来追的。而且你道具消耗完以后，你甚至不能再补充道具。对，然后这边的话还会影响到前锋的一个破译啊。看一下，把这一下留个残影，逼他回去，但是他可以直接转点。对的，把球处理一下，处理得很快。他其实抓火灾调查员跟抓舞女是一样的，前期一定要先处理掉，处理掉以后你就没什么一个牵制道具了。对，但这边隐约的话还是断掉，给了大龙的一个拖延时间机会啊。这里的话，按道理来说是可以留个隐约回速，然后拿刀的。对的，看一下，留了，再留隐约。这波回速过来，翻，给刀求稳，然后回翻是为了蹭一个板弹。刚好弹射好了。找3岁，3岁，快帮我！这边的话，再一次断了。对，没有一接。看一下闪现过来直接交，那这个就回到我们刚才开始聊的一个点了，就这个回速。能不能有效的防到3岁了？是，但是这个地形的话，对前锋来说比较有优势啊。是的，而且这边手上有飞轮，包括他一个交速非常快，回速已经交了，那怎样反制呢？现在有点反制不太了了。对的，就是前锋 OB 最喜欢站在板区去 OB， 对，他能保证自己的安全。一个拉球，但这边感觉是个回旋球，白鹿也意识到了，但还是一个撞晕。这样子的话，这边大龙交出自己，哇！
半球钉墙上，白鹿像睡着了一样。对的，两边其实都是一个心理博弈，意识到了你要回旋撞，但这边的话我也意识到你意识到我了，所以进行了个预判中的预判。对的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一个毯子交出来，又来到熟悉的板双区，再找个队友，有没有可能一会儿就火箭就来了？有可能看一下踩个板，这里就利用夺下板弹还是倒了，上移了。但你别说这一波拉球的话，是把这个时间完全的拖出来了，密码机已经来到一个将近4台的一个状态了。先把板特处理一下。但白鹿这里，其实我们上帝视角是知道火的调查员没回光返照，所以说他只要后面一直能针对到，就应该平局的概率还是比较有的。而且自己也交了嘛。对的。那现在场上3密码机都在动，让这个一花来救。一花这里救人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没错。再火箭撞一下，要交吗？很省。不交。哦，来了。来的修密码机去了，推码机。好，拿这个来赶路，因为毕竟他现在是可以利用这个化险为拖时间。没必要拖了。对，就你再晕个2秒，大龙这里也没办法再牵制的更久。反而是密码机的进度更关键一些。又来了，3岁。但这里的话可以空地去逼一下，飞轮失误了，但其实也是拖到时间。其实无所谓，对，他很清楚，他只要拖亮气象的密码机，最后一台再破1就行了。对的，但问题来就在于说，大龙是没自起的，对吧？而且没有回光返照，那你倒这个角落的话，其实我可以选择去挂前锋。对，那这个问题，我下个雨呢？啊，是把2个人牵一块，还是要去挂他？还是要挂他？他不知道。下雨，总有人淋雨。对的。就是前锋他很清楚，一他有回光返照，二他就什么，他一会儿也有自愈，他大不了自愈过来再拖，能拖出白鹿的时间就行。这边的话也是赶一手气象怪救人。对。虽说大龙没有回光返照，但是君少天的风，前锋的3岁的球就是他的回光返照，队友是你最稳健的依靠。现在就看白鹿的一个针对刀，打到正身没关系，沉下来一个风恩推出来。但这边的话，其实还是不能拉开距离，而且自己交过往角落倒，并不是一个好事啊。这边的话有一手有选择挂吗？挂了。那门的话也在点，这边君少天还在旁边 OB。对你一旦放下来，打算去传送管门的话，那我就直接挂飞了。那门口好像点不开，是点不开的，直接传送落地。这个局势还是不太明朗啊。现在对于白鹿来说还有机会，先逼球又回旋撞，但这一次白鹿防到了呀。看一下这边击倒的话，其实另外一边门还没点到。然后中场卡的人对于君少天来，一花来说的话压力很大，但好在说一花这边道具是比较充足的。这门在点了，看一下一个毯子赶过来，但感觉要硬追吗？还是点不开。对，60的门。另外一边推进器的话没有选择交，一花这边被发现了，但一花还是比较有道具的。对的。先拦一手，拉空地。那这个空地的话有点难追，毯子前面交过，但感觉门还是不够，停在这里了，有点尴尬呀。对，有点被架住了。要等下一个推进器了。但是能拖到那个时候好吗？那这一手只能走了呀，没办法了呀，这救不了。对啊，我的天，4人开门战打了个3抓。这一把其实朱雀求生的一个处理有点不太妥当了。我觉得是连锁对于这个地图的一些理解啊等等之类在的。对，布几个黑心小夹夹，中的一半可以，但这样子起追的一个速度会比较慢。说白了，就是你起追的话，但好在说你路头其实面对到可能，来看一下。起追的话，果然也是先把这边的墓地的一个窗户给封住，再拉鼓出去。哎，想骗一下，就是你可能知道我2楼下过来，你要拉，还真反绕到了。哎，但这边确实是真骗到啊。一直在压狩猎本能。因为前面的话技能在 CD 当中
申俊拉得很近了，准备跳楼给道具。哦，一个球直接封住路口。错，但这边翻窗的话，其实距离进到墓碑是有点难的，可以去利用一下电车，但这里还有一勾的机会，怎么说？挡得到吗？挡不住，那只能打下气囊了。无伤坐车了。对的。那这球稳啊，朱雀要追多 ，MRC 保平就行。所以说现在 MRC 打得越稳越好。现在的话，基本上这个电车一上，密码机肯定是可以来到个差不多2台半的。手上的话，移形也好了，这边想去反抓一手花瓷，但是飞行家呀，这不太会给机会啊。再换抓奈奈，对，但手上有移形，看这手移形要不要选择交了，交了，交出来，但这边的话能进板，还是要等钩子的一个 CD 先锋夹子。很关键，哎，压力有点大了。对的，给板给到，平地刀没给，有去吗？前面勾到了，这不一样哎，但没有选择交飞轮，但也有个好处吧，就在于说你移形交了，我后手可以再用飞轮去躲后面的技能。嗯，啊，这一勾吃了也没关系，但密码快3台了呀。对，密码机已经3台了，勾到了。这里看抬手能交出飞轮吗？飞轮还是被预判掉了。路头的抬手飞轮其实有点很难木牙，对，很难木牙，因为勾到脸上的时候压力还是挺大的。对的，那这里星河还能边修边卡吗？哎，但我觉得他这一把其实可以选择压满救。压满，你说呢？我觉得就2波银局啊。哎，但胡完这边是好像临时看到了，所以说选择换了个位置，说救不到了，直接救下来，给个化险为夷。无伤。这个有点，哦呦，还好双方都注意到了。对，不然这一勾下去，下一手化险为夷就不知道谁交了。就交不了了，只能卡了。看一下，把中场密码机补。机子够的，机子够的，下一个化险为夷又有回光返照，机子够了，银局啊。对，4人开门战基本上是50%的概率保证，还有50%椅子面前震慑。只要别说赢不赢局了，这把平局是不是有的？对吧？对，求生者来说是平局是有的。是的，对于东学来说，要创造一个平局以上的一个比分的话，现在有点难度。得说去打一手震慑。钩子加上平 A 2波震慑机会，对，现在只要触发化险为夷机子够了，没什么说法呀。对，上手掏没办法，甚至现在还能扛刀，路头其实很怕扛刀，很怕扛刀。他跟所有单刀监管一个道理，就是我到后期的时候密码机不够，我可以扛刀去补。对，这个时候扛一刀，侧刀没打到，还能再扛一钩子，移形交了。开门战没道具，没技能，这手想去侧身勾。保出了一种没回光返照的感觉。有，看一下这边想爬进板，我觉得要不要选择强摸一手呢？先把板子拍了吧，把板子拍了吧，爬过去。对的，把板子拍出来，下了就可以亮了。一勾出来，手上飞轮的话还差2秒 CD， 飞轮好了，看一下勾到，这一次木牙能木牙到吗？压到了。我知道你比我急，能进板还砸了一板，另一边门已经在点了。手里也没移形，那这一手已经注定，基本上就没办法了，拦不住了。是的。哇，这感觉今天的 MRC 双向奔赴，同时发力。没错，那是恭喜 MRC 获得本场比赛胜利，打确实好，确实好。